大家好啊，歡迎嚟到我哋日更頻道噶。咁我哋呢集同大家睇個大陸嘅案件啦。咁啊講緊話有一個後生仔咧，偶然之間就發現咗彩票嘅秘密喎，一年之內啊狂賺80億啊。咁佢喺2017年呢，最終就判刑16年喎。到底係乜嘢秘密呢？我哋就一齊睇一睇啦。今次案件嘅犯人呢，就叫做劉雪龍啊。喺湖南嘅一個村莊出世，由細到大家境比較貧困。咁雖然家境貧困啊，但係佢阿爸阿媽依然係諗盡辦法，就想劉雪龍讀書，希望通過呢一種方式改變佢命運。大家屋企就唔好咁窮啦，但係佢去到學校就冇好好地咁讀書喎。喺90年代嘅時候，學校有啲同學屋企已經好有錢㗎啦，咁啊有部分人已經叫做先富起來啊嘛，而佢哋食嘅、着嘅、用嘅，自然會比其他同學好好多啦。劉雪龍對呢啲家境好嘅同學好羨慕啊，就成日群埋佢哋一齊玩，時間一長呢，佢就自然無心學習啊！唔單止係咁啊，佢仲諗方法就學嗰啲家境好嘅同學着衫啊、打扮啊、行為啊。但係無論你點辦都好，你唔會變到真正有錢嘅。而劉雪龍嘅屋企人呢，都唔能夠支撐到佢咁樣任意揮霍。咁最後點樣先可以賺到錢，就成為劉雪龍每日喺度諗嘅問題啦。佢每日呢，竟然係會收集一啲廢紙、空樽，就賣咗佢去賺錢喎。但係呢啲咁嘅濕碎錢，同佢同學嘅平時零用錢比起上嚟，講得上係杯水車薪啊。而劉雪龍成日都會心理唔平衡啊，憑啲乜嘢啊？自己每日都要為學費、為生活費奔波，佢哋成班人啊，乜都冇做就可以咁樣揮霍錢喎。佢就覺得呢個世界好唔公平啊。咁慢慢啊，劉雪龍無心學習啊，成日跟喺嗰啲家境好嘅同學後邊。但係你都知道啦，家境好同家境唔好嘅未必咁容易做到朋友噶。咁嗰啲有錢嘅同學呢，就唔中意理呢個劉雪龍嘅，而劉雪龍喺佢哋嘅身邊就成為咗嘲笑對象啊，而且係咁叫佢做嘢，呼呼喝喝咁樣。就係呢啲咁嘅原因，劉雪龍心入邊咧開始有啲扭曲啦，對返學呢件事咧越嚟越抵觸啊。咁後來劉雪龍直接同老豆講要退學啊。咁但係個老豆啊咁辛苦去供佢讀書，就係想希望佢可以透過學習去改變命運啊嘛。咁梗係唔想個仔半途而廢噶，亦都唔想個仔啊第日好似自己咁樣靠住體力勞動去賺一啲咁低嘅人工啊。佢老豆呢，於是乎恨鐵不成鋼咁樣就打咗劉雪龍一餐啊。咁後來啦，喺阿媽苦口婆心嘅勸導之下呢，劉雪龍先至叫做勉勉強強讀翻書。但係可能佢自己都唔係讀書嘅材料啦，成績越嚟越差，再加上係勉強佢讀翻書噶嘛。父母嚟到呢個咁嘅情況，都知道對佢冇晒辦法啦，只能夠任你想點就點啦。中考過後，劉雪龍落榜啊，但係佢唔沮喪啊，因為佢覺得自己終於可以出去賺錢啊。喺親戚嘅介紹之下，劉雪龍就去到省嗰度一個小超市做收銀員，每個月得幾百蚊收入啊，同佢想象中爭好遠啊。再加上喺超市時不時都會遇到以前嘅同學噶，咁你知啦，大家後生仔俾啲同學見到你喺度做收銀，你又唔係兼職，你係全職，好冇面噶。於是乎一心就諗住離開呢啲地方去大城市度闖啦。而佢就唔理父母點勸，一意孤行去咗深圳。去到深圳啊，劉雪龍對好多嘢都好好奇啊。呢度呢，有好多佢之前未見過嘅新奇嘢，但係佢最主要都係要企穩陣腳先。咁劉雪龍仲好後生啦，學歷唔高啦，就算喺大城市，其實揾工唔係好似佢想象中咁簡單㗎。咁後來喺冇辦法嘅情況之下，就唯有揾同村嘅叔叔幫忙啦。喺工廠就揾咗一份相對地穩定嘅工作，但係工廠嘅生活令到阿劉雪龍好厭煩啊，冇事冇幹嘅，中意上下網玩下遊戲啦。咁呢日啦，佢上網嘅時候發現到一個彩票嘅廣告喎，廣告上面同佢講啊，
話穩賺不賠啊。咁於是乎劉雪龍就抱住試一試嘅心態投入咗10幾蚊啦，冇諗到贏咗30幾喎，佢好開心啦。佢心諗哇，如果自己運氣好啲嘅話，咪唔使做嘢，可以有唔少嘅收入喎。而劉雪龍又攞幾注之後呢，就唔似得好似之前咁賺錢啦，開始蝕翻晒。咁呢個時候呢，網頁嘅界面就跳出一個美女客服，亦都係開始指導佢點樣先能夠回本。劉雪龍就跟住客服嘅步驟做落嚟啦，果然啦，又可以賺錢啦。咁呢個時候客服又話俾劉雪龍知，佢只係初級客服，仲有高級講師教佢點樣一本萬利啊。而劉雪龍啊，日日諗嘅就係點樣唔使做發大財啊。於是乎呢，即刻交埋學費，喺高級導師嘅引導之下，又賺咗唔少錢喎。後來隨住佢抌入去嘅錢越嚟越多，輸嘅都越嚟越多，咁去到最後呢，佢淨係想將蝕咗嘅錢撈翻出嚟啊，但係掉落去啊掉得多啦，贏啊贏唔到啦，最後呢，就兩袖清風咁樣退出呢個網站啊，仲要諗計賺翻晒啲錢翻嚟啊。咁啊呢個時候呢，喺深圳識嘅一個朋友就同佢介紹咗一份輕鬆嘅工作啦，話就話係賣彩票啊，但係其實呢係詐騙，咁啊需要喺辦公室嗰度同人坐住傾偈，推銷產品，咁樣就可以攞到一個好可觀嘅收入啊。咁啊劉雪龍當然 OK 啦，喺公司做咗咁耐呢，佢終於明白自己先前所玩嘅所謂彩票行網上彩票嘅運行機制啊，原來都係人為操控噶。咁當時呢，自己所玩嘅嘢係後邊有人操作晒個機率啦。咁佢而家呢，就係同啲網友介紹自己公司嘅產品啦，同誘導對方一步步咁樣投錢入去，咁樣就會有唔少嘅提成啦。而自己嘅老細呢，就喺呢一方面越賺越多。時間長咗之後啊，劉雪龍呢就開始有諗法啦。佢覺得既然你都可以做老闆，點解我唔可以呢？反正我都學識晒點樣做啦，只要我再揾一個識電腦嘅人，咁樣我就可以同老闆一樣賺大錢發大財啦。於是乎啊，2015年啊，劉雪龍就揾到自己個 friend 阿宏啊。阿宏呢係讀呢個計算機專業嘅，咁做個彩票網站當然係好容易啦。但阿宏都知道係違法㗎，但係喺利益嘅誘惑之下，都係堅持唔住啊，就同劉雪龍一齊發大財啊，就好似劉雪龍當年嘅套路咁樣，兩個人呢就用呢一個方法去將公司做大做強啊，仲請咗好多嘅女性服務員啦，專門呢係去呃嗰啲客戶嘅錢啊，引佢哋呢去投入更多嘅資金，甚至乎啊係叫佢哋搞網貸去借錢投注啊，錢到手之後呢，佢哋又將對方拉黑，等對方永遠入唔到呢個網站啊。而通常中招嘅人呢，只能夠係啃咗佢，因為就算知道自己俾人呃，都唔敢報警，因為涉及賭博啊，好多數人呢都驚自己報咗警會牽涉其中，所以最後只能夠係食死貓啦。而佢哋當時犀利啊，生意遍佈全國啊。劉雪龍係整咗幾百張嘅銀行卡去分散資金，同時亦都買咗大量嘅房產啊。去到2016年啊，已經賺咗80幾億啦，名下有10幾套豪宅同埋靚車。劉雪龍中意現金啊，佢住嘅地方係擺滿晒人民幣現金，佢每日咧都要望一眼先至可以瞓得着覺。咁但係同時啊，警方啊接到好多單詐騙嘅電話報案啦，受害者都係買咗網上面彩票中招嘅。警方啊開始關注呢啲事啦，亦都係派出公安臥底去到劉雪龍嘅公司啊，係成功掌握咗同劉雪龍相關嘅信息。去到2016年嘅11月啊，麗水警方就喺長沙將劉雪龍拘捕啦。而警方啊喺劉雪龍屋企見到咁大堆人民幣啊，都嚇咗一嚇啊，因為佢哋辦案辦咁多年啊，都未見過咁大堆錢啊。而劉雪龍拉咗之後，亦都有承認自己係犯罪嘅。去到2017年，劉雪龍因為犯咗詐騙罪，被判有期徒刑16年啊，罰金3億010萬。咁不過啊，
佢哋都幾犀利啊！一年可以賺到成80億咁多啊！咁唔怪得知而家啲詐騙去晒東南亞度發展啦。咁因為東南亞嗰度你完全捉佢唔到嘛。只要佢做好資金嘅轉移嘅話，就可以啲錢代代平安啦。咁不過呢啲行為其實都係錯嘅。咁其實以前呢，喺淘寶啊，係會見到佢係可以明目張膽上架上去嘅。咁呢啲嘅賭博網站呢，係會教你點樣賺大錢啊，俾完錢佢之後啊，就入去咁樣玩啊。咁其實好多都係詐騙嚟㗎。咁只要你入錢落去，你第一次係可以成功㗎。去到後邊咧，你就可能係會失敗嘅。咁跟住你入嘅錢越嚟越多嘅時候咧，你就會越嚟越血本無歸啊！甚至乎你同嗰啲客服傾偈咧，你係會有種錯覺㗎，你覺得咧佢哋好似係呢一啲網站入邊嘅工作人員，想你幾時賺到就幾時賺到，幾時輸就幾時輸。咁如果係工作人員嘅話，除非佢係心理變態啦，如果唔係啊，邊個會想輸錢啊？唔啱啊！咁所以呢一類嘢呢，大家見到都唔好玩啊！好啦，咁今集同大家睇到呢度先啦。大家有咩想講，下邊留個言啦。咁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